记得有个诗人说，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他描绘着门前的画，我呀看到的是门前的自己，拿着刚做好的芋泥蛋糕卷去好友家。这个蛋糕卷啊，里外都抹上了厚厚一层芋泥，它的味道浓郁，而且入口柔滑，每一口都是让人陶醉的享受，特别是芋泥控不要错过。澳洲的这种芋头非常好吃，我常买来煲鸭汤，芋头的香释放在汤里，增加了鸭汤的鲜美度，还有用来煎一下，然后炒牛肉、大蒜粒，牛肉呢要切成小块，需要250克去了皮后的芋头，蒸25分钟至软烂。蒸好的芋头和紫薯粉、白砂糖、牛奶、淡奶油一起放入料理机里打成泥。我这个机器只能搅打成带有颗粒状的芋泥，好用的那个坏了，暂时不想买新的，否则家里到处都是机器。铺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。第二部分蛋糕卷，4个鸡蛋，带壳每个约65克左右，分离蛋黄和蛋清，分别放在无水无油干净的碗中。天气热的话，把蛋清放入冰箱冷藏。准备好所有的食材和柠檬汁，蔬菜油或玉米油和紫薯粉混合，加入冰牛奶搅匀，加入2滴紫色食用色素，否则光紫薯粉的颜色是不够的。我用过不同品牌的，做出来不会是紫色的，你试一次就明白。低筋面粉过筛，过筛可以去除面粉储存过程中产生的结块，也让面粉更蓬松细腻。加入4个蛋黄，不要用力画圈搅拌，以免面粉起筋。起筋的面糊做出的蛋糕卷出炉后会引起回缩。打发蛋清，在蛋清中加入少许柠檬汁，柠檬汁可以中和蛋白中的碱性，使得打发的蛋白泡沫更稳定。细砂糖分3次加入，中高速打发。当出现密集气泡的时候，加入糖，改为中速打发。加入余下的糖，改为低速打发至湿性状态，也就是提起蛋白霜有一个弯曲的大沟。先取1/3的蛋白霜到蛋黄糊中，从底部往上翻拌，翻拌均匀后倒入到剩余的蛋白霜里，用同样的方式翻拌均匀，不要画圈搅拌，以免面糊消泡。铺上油布或烘焙纸，在28×28厘米的方形烤盘中，从高处把面糊倒入，震几下，震出面糊里的气泡，放入提前10分钟预热好的烤箱，中程150度烘烤30分钟。烘烤蛋糕的时候来做奶油馅，淡奶油中加入细砂糖，先中速打发奶油，有细腻的纹路出现时改为低速打发。取出烤好的蛋糕，轻震几下，移在网架上，用一张烘焙纸盖在蛋糕上，翻个面，揭去油布。我这个老烤箱啊，上下火不能分开调控，不管什么温度都无法烤到好看的毛巾面。再盖上另一张烘焙纸，防止表面风干，冷却几分钟后翻面。刀倾斜45度修整一下蛋糕的两边，在蛋糕片摸上去还是手的温度的时候，铺上奶油馅，抹平整。在蛋糕片的1/3处挤上冷藏好的芋泥，留1/3等下用，在芋泥馅上抹上奶油。
拿一根擀面杖放在烘焙纸的后面，提起往前卷，用手压一压蛋糕，继续卷，一面用擀面杖把蛋糕卷往里收紧，一面手拉烘焙纸。卷好后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定型。最后部分是磨面的奶油淤泥，淡奶油中加入细砂糖，打发至有纹路出现，加入余下的淤泥馅，打发至可以裱花的程度。装入裱花袋，用剪刀剪1个口，把奶油淤泥挤在蛋糕卷上，用刮片或抹刀抹平整，抹刀随意的在表面拉出纹路，放上家里有的水果干装饰。被香糯的淤泥馅包裹的蛋糕卷完成啦！我家小棉袄很喜欢这款蛋糕卷的口感，淡紫色，不浓烈，充满了芳香，带着幸运、温柔和梦幻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